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是是非非主持人。今天我们要讲的不是什么八卦，也不是谁和谁离婚，而是一个听起来高科技，但其实也很八卦的东西——稀土。你以为稀土是稀饭加泥土吗？不是，稀土是地球上很稀有的金属元素，名字听起来很有钱，实际上就是那些别人看不懂的矿石，里面藏着国家的未来，什么电动车、手机芯片、风力发电、导弹雷达，全靠它。你可以没有老婆，但你不能没有稀土。没有稀土，连 WiFi 都开不起来。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呢，看起来小小一个，可是地底下的宝贝不少，尤其是稀土。以前我们只是挖出来卖给别人，像小贩卖榴莲一样，一卡车一车的送出去。可是你要知道，真正赚钱的不是挖矿的那个人，而是那个把矿变成芯片的人。我们马来西亚几十年来都在挖矿给人家笑，现在政府终于说不能再这样了，我们要做加工，要有技术，要有产业链，说得很漂亮。可问题来了，要跟谁合作？你看新闻，政府一边说要吸引中国投资，一边又跟澳洲、美国、日本握手。中国那边的代表刚走，澳洲的又来了，日本的刚签个备忘录，美国的就赶紧跑来讲安全合作。这时候有人开始讲，马来西亚是不是两面人啊？是不是东边拿红包，西边拿支票？我告诉你，不是两面人，是多面国。我们这叫外交艺术，叫谁都不得罪，谁都要赚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稀土这东西不能只看钱，还要看命。你知道稀土加工的味道吗？那味道不是香的，是臭的，是酸的，是让你怀疑人生的那种。以前澳洲的 Lynas 公司在关丹开厂的时候，老百姓抗议到半夜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怕污染。那个时候政府说不会污染， Lynas 说我们技术先进，可是民众心里怕得要死，到最后也没办法，只能一边抗议一边继续生产。你不让人家开，你的 GDP 就不动，你让人家开，你的空气就不香。做人难，做稀土国家更难。然后中国那边也来了，中国人说我们是世界上最懂稀土的国家，这个没错，中国控制全球70%的稀土加工，连美国军工都要靠中国供应。你敢得罪他们，他们一停，你的电动车就要停在路边。所以中国来谈的时候，马来西亚当然很高兴，毕竟人家有技术、有钱、有市场。可是美国、日本、澳洲那边一看就不高兴了。美国说你不能让中国垄断啊，这关系到国际安全。日本说上次中国限制出口，我们差点没磁铁造出来。澳洲也说我们有 Lynas， 我们是民主国家，来跟我们合作比较安全。于是我们马来西亚就在这四面八方的拉扯之中，左边是中国，右边是西方，前面是环保团体，后面是民众抗议。这个时候你说我们不当双面人，难道要当牺牲鬼吗？讲真的啦，马来西亚从来就不是双面人，我们只是想活得久一点。我们是那种在中美贸易战夹缝中生存的中立选手。中国来投资，我们说欢迎；美国来投资，我们说更加欢迎；澳洲来，我们说欢迎的不得了；日本来，我们还会鞠躬。只要你有技术有钱，我们都可以是兄弟。只不过这兄弟关系要写合同，要有条件，要透明。以前我们签合同的时候都不认真，一签10年，结果技术没有，污染留下。现在政府说我们要借路转移，可问题是讲的容易，做的难。你不管中国也好，澳洲也好，哪个国家愿意把真正的技术给你？他们说会教你，但他们教的都是基础班，真正赚钱的那一部分他们留在家里。你学一辈子还在练第一阶段，人家已经在造电动车。讲到这里，你就会发现这个稀土问题不是谁对谁错，而是谁比较聪明。中国聪明，美国聪明，日本也聪明，澳洲是资源老大，马来西亚要聪明一点，不是说谁来就点头，而是要问你给我什么？你能让我少污染，能帮我培养人，能留下技术吗？如果能就合作，不能就慢走不送。这不是双面人，这是叫有选择的国家，有头脑的政策。现在外面很多人喜欢拿稀土来做政治文章，有人说我们靠中国就是亲中派西，有人说靠西方就是反中卖国。拜托，这种话听多了我耳朵都起茧。国家发展不是靠嘴巴爱国，是要看谁能帮我们提升产业水平。你看看日本，二战后跟美国合作没错，但人家不是美国殖民地，先跟美国学技术，再慢慢发展自己的三星 LG， 现在美国还得靠他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是盲目选边站，他们是有计划有底线的合作。马来西亚也要学这个，我们可以跟中国学技术，跟澳洲学环保，跟日本学管理，跟美国学市场。到最后，我们的目标不是当人家的基地，
而是当人家的伙伴。你来投资，我要本地人就业，我要技术转移，我要加工厂留在这边，我要我的大学生能进去学到东西，不是只在门口拍照。还有人说稀土是新石油，其实比石油还敏感。你看现在世界各国都在抢，美国挖，澳洲炼，中国卖，日本买，每个国家都怕稀土被别人垄断，因为那是未来能源与科技的心脏。马来西亚如果能把握机会，这次就能升级，从资源出口国变成科技供应国。可是如果我们一不小心被人家当成加工废料厂，那就完蛋。我们赚不到技术，只留下污染，那就真的是两面人，对外面笑，对自己哭。所以我说啊，马来西亚要学会当聪明的双面人，不是说骗谁，而是懂得对冲，你要会平衡。今天跟中国合作没问题，只要确保合约透明，环境标准高，人民有参与。明天跟澳洲合作也没问题，只要他们愿意留下工厂，带动地方经济。我们不怕合作，我们怕的是被骗。我们要有制度，有监管，有良心。有时候我也在想，我们马来西亚的地真是神奇，以前人家来抢香料，现在来抢矿，每次都有人来带着笑脸说我们是来帮你发展的，结果帮完我们，钱他们赚，地我们臭。所以这次我们要聪明，不是不要合作，而是要合作得有尊严。其实很多外国记者都不懂，他们以为马来西亚会选边站。我们一向是看风向专家，风往哪边吹，我们先撑伞。你以为我们没立场？我们的立场就是国家利益最大化。你要合作？好，那你带什么来？技术、环保、就业、市场、税收，哪个多，哪个快，哪个真，我们就靠哪边一点。这叫战略生存，不叫双面人。当然啦，说到最后，稀土这个话题不是一句合作可以解决，我们还要考虑民意、环保、政治平衡，还有最重要的未来的技术独立。要是有一天马来西亚能自己炼稀土，自己造芯片，自己卖磁铁，到时候我们才是真的站得稳，谁也不敢看扁。到那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对全世界说一句话：你们要磁铁吗？来排队，前面排中国，后面排美国，中间插日本和澳洲。我们笑着收钱，一边喝拉茶一边签合同，那才是真正的多面智慧，不是多面人。所以今天的结论很简单，马来西亚不是要当谁的朋友，也不是要当谁的敌人，我们要当的是自己命运的主人。我们可以和中国合作，也可以和西方合作，但我们不能再当出土奴隶，我们要当科技伙伴。稀土不是别人的命，是我们的未来。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是是非非脱口秀。如果你喜欢我这种不怕讲不怕酸的节目，记得点赞分享订阅。下次我们再讲一个更是非的，稀土之后马来西亚会不会变成东南亚的科技龙？别走开，我们下期见。